2017年，台湾联勤第205兵工厂与美国 Wolf AMMO 公司签约，由 Wolf AMMO 代理，在美国销售 T91 战斗步枪上机匣。凭借着价格便宜、性能优良，1000多把枪械在1天内销售完毕，创造了台湾枪械首次反销美国的纪录，在美国民用枪械市场颇受欢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台湾100年步枪计划的产物。目前军方现役的主要步枪武器 T91 战斗步枪，在拥有性能非常不错的 T91 步枪之后，台湾为什么还要发展 XT112 步枪呢？20世纪60年代，台湾恢复枪械自产能力，为了替换一线部队装备的战斗步枪，台湾通过仿制美国 M14 步枪发展出5.7式步枪。然而，笨重且后坐力大的 M14 步枪，即便是膀大腰圆的美国大兵都承受不起，这就使得在 M14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5.7式步枪完全不适合东方人种，并未受到台湾士兵的欢迎。在这个情况下，台湾注意到在越南战场上崭露头角的 M16 战斗步枪。这支步枪拥有后坐力小、精度高的特点，也是在引进 M16 的同时，也开始以 M16 为基础研发步枪，从而发展出 T65 系列步枪。这是台湾第一款自行研发并量产的步枪，大部分设计来自 M16 步枪。不过自动方式并非 M16 的导气管式，而是 AR18 步枪的短活塞导气式。此外还取消了提把，采用梯形护木。但在使用过程中， T65 步枪爆发了卡壳频发、枪膛易腐蚀以及护木过热等问题。205兵工厂在进行改进之后，推出了改良护木的 T65K1， 恢复提把并增加3发点射模式的 T65K2， 以及采用短枪管与伸缩枪托的 T65K3 等型号。得益于一系列改进， T65 系列步枪才最终满足台湾陆军的需求。等到了90年代，205兵工厂又开始了枪械研究，计划在2000年前为台湾陆军提供一款新的步枪。因为在1987年开始量产的首批 T65K2 在那个时候就要退役了，需要研发新型步枪替代。这项计划被称为 XT86。 在项目最开始，205厂打算研发一款全新武器，而不是继续简单的仿制美制步枪。1994年，205厂公布原型枪 XT86，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闭锁连杆枪机结构，并有塑料固定枪托与侧面折叠骨架式枪托2种版本。 XT86 步枪的枪械护木与提把上也进行了改进，可以加挂 T85式40毫米榴弹发射器。不过 XT86 在弹药与下机匣沿用了 T65K2 步枪。此外，205厂还推出了第二款改进型，与原型枪几乎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军方对 XT86 闭锁结构抱有怀疑，认为其未经过实战检验，无法确定这种结构是否可靠。目前装备的 T65K2 步枪性能稳定，完全可以用到21世纪初期。军方的反馈促使205推出第二款改进型，并重新使用了 T65K2 的枪机。从外形来看，第二款 XT86 更像是 T65K2 的卡宾枪版本，除了瞄具有些不同，最终定型的 XT86 也被命名为 T86。 205厂认为，相比于 T65 系列步枪， T86 改进非常多，认为其能够一炮而红，但结果却是军方仅试用了 T86， 并未进行列装，只是少量装备了特种部队。倒是台湾把 T86 出口到一些中东国家，如约旦、阿联酋等。但205厂并未死心，既然 T86 入不了军方的眼，那就另起炉灶，在2001年规划台湾第4代先进步枪研发计划，并将其命名为100年步枪计划。短短1年便完成了 XT91 步枪的设计。事实上， XT91 算是 T86 的衍生版本，大量使用了 T86 的成熟设计，也可以称为导轨版的 T86。 在设计上， XT91 虽然使用了 AR18 的原理，但气缸与活塞等设计已经不同于 T65 与 AR18。 XT91 延续了 T86 战斗步枪的基本特点，不过进一步融合了 M16、AR18 以及 G36 等名枪近20年来的新颖设计观念，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在战术测试阶段，由于时间紧迫，205厂并未对 XT91 进行充分检查，也就无法对缺点进行完整验证，导致 XT91 在首次测试中的表现并不理想。在首次测试之后，205厂迅速对其进行了改善，一直到测试的复测阶段。在测试中，先将10把 XT91 样枪分解、打乱，重新随机组合，最后从中抽取2支样枪，测试1万发子弹塞酒测试。最终结果显示，前6000发子弹零故障，射击1万发子弹后，精度仍在规格范围之内。同时，并通过泥水、沙尘以及海水等环境试验，可在气温零下70度至40度的环境中作战，同样也能在水中流畅击发。实际上，这也反映了 AR18 步枪设计的优点，它使用类似于 AK 系列的导气活塞原理，这比 M16 的气动原理要更为可靠。
205承认为 XT91 战斗步枪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后坐力小、精度高以及不怕进水等特点，比 T86 等步枪更适合特种部队使用，同时也更适合在丛林或城市环境中使用。最终 XT91 步枪正式定型，并命名为 T91 战斗步枪。作为 T86 步枪的衍生型， T91 步枪在结构上继承了 T65K2 与 T86 步枪的特点。首先 T91 与 T86 有一个共同点，都算是 T65K2 的卡宾枪版本。 T86 吸收了 T65K2 夭折的卡宾枪型号， T91 吸收了 T86 的设计思路，可以让使用 T91 的士兵拥有更高的机动性，易于快速出枪射击。 T91 战斗步枪使用 5.56 毫米子弹，采用30发北约标准弹匣供弹，上面有2个凸起，装上弹匣后，凸起部分会顶出步枪弹匣槽，使其不能上膛，从而解决枪械卡弹的问题。弹匣上方还有透视孔，可以观察剩余弹量，不含弹匣的重量为 3.17 公斤，与 T86 基本相当，但比台湾现役的 T65K2 轻了 0.3 公斤。T91 采用了模块化的短活塞式导器，将活塞连杆、缓冲簧、缓冲簧座、连杆缓冲簧以及连杆缓冲簧座一同放入活塞管内，统称为传统结构。另外也被称为活塞钢管组快拆系统。不过这套传动结构并不具备自动步枪的进气调节钮，这是为了尽量简化单兵野外保养的麻烦。T91 战斗步枪的快慢机设置了保险、半自动以及2发点射3个状态。2发点射的结构控制与 T65K2 的3发点射控制方式差不多。205厂重新设计了轮齿结构与扳机连杆，保证每次扣动扳机都能发射2发子弹。不过 T91 取消了全自动射击模式，有分析认为这是考虑到士兵在战场紧张压力下全自动射击，导致弹药的浪费。事实上 T91 就是一种采用短活塞导气式原理的 AR 步枪，相较于 T86 步枪， T91 完善了 T86 的一些设计。205厂表示 T91 有效射程600米，不过火力军觉得375毫米的枪管与 M4 卡宾枪处于同一水平，在有效射程与杀伤效果方面应该不如 T65 系列步枪。要知道 M4 步枪有效射击是150米，所以火力军对 T91 的600米有效射程是感到怀疑的。T91 采用了类似 M16A4 的平顶型机匣，用一根皮卡丁尼导轨取代了 T86 的固定式提把与机械瞄具。这一做法顺应了加拿大 C7A1 步枪所开创的潮流。C7A1 是首款采用平顶带导轨上机匣的现役步枪。此前 T65K2 步枪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提把静坐，不同用 M16 步枪的设计，在适配各种光学器材方面非常不方便。曾有军官自行采购进口瞄准镜，结果无法在 TK65K2 上安装。想要使用光学器材，还需要专门配发瞄准镜，比如台湾 TT83 激光指示器、TS73 或 XNS18SA 等也是瞄准镜。但205厂也不生产瞄准镜座，只生产了卡在提把上的专用瞄准镜，能通用的只有3种类型，所以 T91 改用了皮卡丁尼导轨，以便加装光学瞄准镜、激光指示器、战术灯以及照门座等附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安装专用提把。在取消提把之后， T91 步枪的瞄准基线得到了降低。在枪托方面， T91 继承了 T86 的设计，采用了与 M4 卡宾枪类似的伸缩枪托，在外形设计上与 T86 有所区别，拥有3段式设计，可以根据使用者身体条件进行调节。枪托蜷缩时长800毫米，枪托拉伸第一段时长840毫米，枪托完全伸展时长880毫米。而且 T91 的枪托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制造，枪托设计非常强调人性化，士兵在瞄准时也更加贴近脸颊部分，非常适合丛林、城镇或其他特殊地形等有限空间内近距离作战。在准星设计上， T91 舍弃了 T65K2 采用的3角准星座，改为直立型准星座。在准星座内部设计了传动结构定位销，可与传动结构结合，准星与粘孔一同搭配使用，能够对高低射角进行修正，包含准星调整螺与准星调整螺固定销。在准星下方还有氙气发光管，辅助夜间射击使用。T91 采用了梯方形护木，并增加了发黄纹。应陆军的要求，护木内设置了隔热铝片，并密封了护木后部的3对散热孔。护木总成容纳枪管、准星座、传动机构、刺刀座与刺刀。连续射击150发弹药后，护木温度不超过52度，保证射手易于握持，并且不会被烫伤。值得注意的是，在下护木前端同样有一小段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安装战术手电、激光指示器等附件。枪口装置前为喇叭口形状，后部开了3排小孔，兼具消焰、消光以及制退防跳功能。另外 T91 战斗步枪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从 T65K2 步枪总计25个分开的独立零件缩减为一体的4个大部分，在维修与保养上要远远好于 T65K2 步枪。同时 T91 还能搭载205厂开发的 T85 下挂榴弹发射器，实现从点杀伤武器转变成点面混合杀伤武器，增强步兵班组与单兵的攻击火力。此外还能配备多功能刺刀、3点式战术枪背带等，拥有非常灵活的战术运用。
另外，在 T91 战斗步枪的基础上，205厂还推出了多种改进版本，如 T91 CQC 卡宾枪版本，枪管缩短为349毫米，护目四周加装皮卡丁尼导轨。T91S 增强型版本更换近战型防火帽，并加厚枪管，来提高命中精度与射击时间。改用 K-Mode 导轨系统与轻量化护目，同时取消提把，改为折叠式粘孔瞄准具。T91K1 步枪更换了枪口帽与重型枪管，配备战术性护目与折叠机械瞄具，同时加装有前持握把等。另外，台湾还得用 T91 战术步枪测试武装无人机，这种无人机采用4轴设计，无人机下部安装一支 T91 的自动步枪版本。不过有分析认为，多轴无人机悬挂步枪的设计其实早就有人想过，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如果步枪正向挂载，抛出的弹壳容易干扰无人机旋移；如果步枪反向挂载，重心又会出现问题。此外，弹匣与握把也会影响俯仰角度。除此之外， T91 除了装备台湾以外，还在外贸市场上小有收获，首次创造了台湾反销美国的记录。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自从 T91 量产之后，凭借着不错的性能，在外贸市场斩获了不少国家。约旦、阿联酋、科威特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采购了近2万支 T91 战斗步枪，波黑、海地以及印度等国同样有少量采购。除此之外， T91 还创造了反销美国的记录，通过美国本土代理商进军美国民用枪械市场。据说首批 T91 枪械在美国上市时，由于价格便宜，同时性能还不错，一天内曾卖出上千支步枪，主要用来打猎与运动等。事实上，205厂一直都与美军有所合作。在早期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由于美军在弹药方面需求量比较大，曾向205厂大量采购 5.56 毫米子弹。在短短时间内，205厂便为美军提供了数亿发。由于在美军内部对子弹的评价不错，于是美国 Wolf AMMO 公司便与205厂签约，继续生产同口径的步枪子弹，同时在美国民间销售。2016年 Wolf AMMO 公司决定引进台湾研发的 T91 战斗步枪，不过考虑到双方法规问题，此次引进以出口零组件的形式，由205厂生产枪管、枪机以及护目等主要零件销往美国，然后再由 Wolf AMMO 组合成上机匣进行出售。产品被命名为 Wolf A1， 售价599美元。根据报道， Wolf A1 可与 M16、M4 下机匣进行结合。 Wolf AMMO 还会根据美国各州法律进行不同设计，比如美国某些州只允许半自动，弹匣不得超过10发，而某些州却能连发。对于美国民间采购者来说，尽管台湾研发的 T91 在枪械名气与质量上不如知名大厂生产的同血统枪械，但不需要花费多少资金就能买上一整件上机匣，然后再与 AR 系列步枪下机匣进行组装，就能获得一支结构上不同于气吹式 AR 的新 AR 式步枪，而且在后期维护、维修上也比较方便。更别说 T91 枪械本身质量也不错，还能搭配市场上相对廉价的配件与弹药，这就使得 T91 在民用市场枪械领域性价比很高。美国民间对 T91 的评价也很不错。其实外界针对军方打算同 T91 全面取代 T65K2 的决定还是有所怀疑的。虽然 T91 比 T65K2 轻了几百克，但枪管也短了20厘米。从分类上来说， T91 与 M4 步枪一样都属于卡宾枪， 5.56 毫米的子弹在中等距离上的杀伤力有所不足，尤其是通过卡宾枪的枪管发射时，射程超过100米，杀伤力就会出现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在长度与重量上更适合东方人种使用的 T91， 如果作为制式步枪全面取代 T65K2， 会出现性能方面的问题。另外 T91 在175米靶子的散布要比 T65K2 大10毫米。在后坐力方面，由于枪管缩短与重量降低， T91 的后坐力也比 T65K2 高了 20%。 当然，考虑到使用场景，装甲部队、炮兵以及重武器操作员等非一线的战斗人员或驾驶员，装备 T91 步枪可能更合适，因为它更短，没有 T65K2 那么碍事。当然，军方之所以想让 T91 全面取代 T65K2， 主要原因是 T65K2 的结构复杂，在保养方面不是很方便。但通过研发过程可以发现， T91 仍然维持了 T65K2 的基本设计，枪机系统与击发结构仍与 T65K2 相同。除了导气箍的变化较大外，虽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简化。另一个就是关于 T65K2 弹膛容易锈蚀的问题，是很多人为与自然因素导致的问题。首先，台湾生产的 TC74 钢芯步枪弹使用了腐蚀性底火，其次，台湾岛内气候偏潮湿，这两个因素导致遗留在枪膛内的火药残渣在吸水后腐蚀性大大增强。如果士兵射击训练后没有进行及时清理的话，处于潮湿环境下的火药残渣遇到水汽后会加速枪管的腐蚀。当然，这个问题与士兵保养不周有着直接关系。有媒体表示，许多台湾义务兵有赖于保养装备的习惯，
这是因为这些士兵役期太短，要忙的事情却一大堆，反正装备也不是自己的，20个月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没人管你当初是不是好好保养的武器。这就意味着，即使后续全部换装 T91，如果义务兵还是不勤加保养的话， T65K2 枪管锈蚀的问题同样会转移到 T91步枪上。不过205厂在研发 T91步枪时，同步推出了自动清洗 T91步枪的洗枪机，只需要2个人就能在2个半小时内清洗100支步枪，节省大量人力。在清洗之后，可以保证枪械可以正常使用3天。值得注意的是，在军方准备大量采购 T91来取代 T65K2 的时候，台湾下一代步枪已经来了。台湾军方表示，将从2025年开始换装新型步枪，以此来取代服役20余年的 T91以及服役30余年的 T65K2。2023年，在国际航天及国防工业展上，台湾下一代步枪 XT112 正式亮相，同样由205厂研发设计。台湾媒体表示 ，XT112 步枪的研制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包括日益重要的城市作战。事实上，取代 T65K2 与 T91的新步枪计划早在10几年前就开始了。在2009年的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205厂就展出了 XT97 步枪，但此后几年并没有继续公布 XT97 的新消息。直到2015年，205厂又推出了 XT105 步枪，2012年开始研制的，从外观看明显是对 XT97 的改进。然后又在2017年公布了 XT105 的改进型 XT107 步枪，其中 XT97 在设计上是以比利时 FN-SAAR 捷克 CZ805 战斗步枪为蓝本，同时又加上了德国 HKMP5 冲锋枪的设计概念，主要针对现代步兵、空降部队、炮兵以及车载人员所设计的多功能步枪。从这些枪械的设计细节与外形来看，可以明显感受到205厂在进行设计时受到了 FN-SAAR 与马盖普 ACR 步枪的影响。毕竟在当时，这种风格是各厂的潮流。捷克的 CZ806、波兰的 MSBS、巴西的 ART556、日本的204步枪也是同样的设计。但近些年，新步枪的设计风格又重新回到了 M40 的样子，于是205厂又推出了 XT112 步枪，重新走回改进 T91步枪的发展之路。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因为 XT97、XT105、XT107 步枪不被部队接受。2024年10月，台湾公布了升级后的 T112 突击步枪。205厂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款自2023年9月亮相以来，已经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了改进，与军方目前使用的 T91步枪相比，有了很大提升，包括更高的射击精度、更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以及更高的耐用性。2024年4月，台湾防务部门宣布，已经订购了首批 T112，数量为25000支。2024年9月宣布，将在2025年编列81.654亿新台币采购86114支 T112 步枪。军方表示，将从2025年开始换装新型 T112 战斗步枪。那么这把新步枪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全面取代现役的 T91与 T65K2 呢？在总体设计上， T112 战斗步枪沿用了活塞式 AR 的设计概念，沿袭 T65K2 与 T91步枪的血统，保留了与 T91相同的 5.56×45毫米口径标准弹药，与现有的弹药供应兼容。不过进行了部分改进，采用了新的生产工艺，枪膛采用多边形膛线，枪管壁也进行了加厚，使得 T112 的射击精度有所提升，有效射程从400米延长至600米，在100米的距离射击时，散布原直径98毫米，精度达到了 3.5 MOA 以内。而现役的 T91在同样的距离上射击，散布原直径达到145毫米，精度为5 MOA。同时 XT112 的枪管寿命也达到了1万发，比 T91的6000发更高。T112 步枪在人机功效方面也有了较大改善，采用了双手通用设计，在机下两侧均设计了保险、快慢机以及弹匣卡榫，使得 T112 在近战格斗中更加灵活。从公开的图像显示， T112 的击发结构仍沿用了 T65K2、T91的3种射击模式，可选择单发、点射以及连发。不过 T112 取消了3发点射功能，改为了2连发，这是参考了美国战场的经验，旨在减少不必要的弹药浪费。T112 步枪的扳机经过重新设计，角度几乎达到90度，可以改善了射击的控制感，同时握把的角度也经过调教，确保更舒适的握持感，提高各种射击姿势的舒适性。为了避免弹壳影响士兵的试验， T112 的抛壳口后方还增设了导流板，有效引导弹壳远离士兵。在铝合金护木顶部有全长皮卡丁尼导轨，其余部分都是 MLOK 通用接口，配备折叠式机械瞄具，配备 XTS112 激光照准器和 XTS112 近距离战斗瞄准镜，前者是综合了激光指示器和战术灯的多功能装置，后者是一个红点瞄准镜。全通式皮轨的设计也能调整瞄具的前后位置，不会被枪身结构卡到。另外 T112 战斗步枪换用了更耐用的复合材料弹匣，
取代了此前的铝制弹匣，并且还设置了弹匣透明窗，可以让士兵看到还剩下多少子弹。展示的弹匣为美国制造商UTG 研发的30发弹匣，该公司在台湾竹南有生产基地，可能会成为军队的供应商。另外还有消息称，205厂还在 T112 基础上研制了一款新型狙击步枪，编号同样是 T112， 口径为 12.7 毫米，配备折叠枪托，10发弹匣供弹，有效射程2000米。单从数据上来看， T112 确实要比 T91 性能更好，但是火力军并不是很看好它。因为台湾陆军的最优解不是研制一把与 T91 口径一样，并且性能只是稍微优化的步枪。当然，这并非否定 T112 的性能。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台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步枪？首先，台湾陆军目前最大的问题并非枪械换代，而是机械瞄准镜。T112 会配备 TS-110 热成像瞄准镜，具备2、4、6倍数码变焦功能，可以选择白热和黑热2种显示模式。值得一提的是 TS-110 可与各式步枪、机枪等具备战术滑轨的枪械结合使用，在城市作战或丛林作战中，光学瞄准镜非常好用。无论是让士兵快速射击，还是在狭窄空间内换肩射击，光学瞄准镜的优势都远远大于机械瞄具。然而在台湾陆军中，目前也仅有部分单位可以装备光学瞄准镜，就算是特种部队，也只有在执行任务时使用这些装备。至于基层部队就更可怜了，瞄准镜那是什么？见都没见过。其次是子弹威力的问题。过去使用 5.56 毫米子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还没有普及防弹衣，小口径子弹也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当时没有普及光学瞄准镜，交战范围也就100到200米之间，射程远没有意义，要的是携弹量。通过减少装药量换取更低的后座，更多的弹药量，能多打几枪就是优势。但是现在不行了，防弹衣、防弹插板以及瞄准镜的应用， 5.56 毫米的子弹会出现打不穿、打不动的问题。现在步枪追求的是射程和穿透力，口径自然是越大越好，美军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美军发现小口径弹药无法穿透重型防弹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下一代班族武器设计中，美军对后坐力与威力进行了取舍，将常用的 5.56 毫米换装成了 6.8 毫米的 XM5 和 XM250。另外还在 7.62 毫米口径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步枪，比如 M14 增强型战斗步枪、MK17 SCARH 突击步枪等。但 T112 战斗步枪仍然沿用了 5.56 毫米口径，换装相同口径的新步枪根本无法显著提升部队战力。T91 步枪2002年服役，部队对其的评价也很好。步枪本身不是台湾陆军的问题，配套的零件才是。台湾现在的一线部队在训练时很少使用光学瞄准镜，只有一个铁瞄。反观美军30年前就已经给基层士兵花钱买瞄具，注意是给基层部队，不是什么狙击或者特种部队。美国陆军的步枪理念就是人手一狙，给每个步兵配备一支能够进行精确远程射击的步枪，同时提升步枪的口径，换装更先进的瞄准镜，把作战距离提升到800米，从而获取战场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陆军还不如淘汰老式的 T65， 普及 T91 步枪新配件，不仅节省经费，同时还能继承原有的后勤保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T91 步枪有没有继续升级的潜力？ T112 真的能满足陆军需求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